你看着没有危险，不一定没有危险。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拆散我们夫妻！这部邵氏经典上映于1983年，也是少林寺众多版本中最离奇的一部。故事发生在一个不知名的朝代，皇帝的九叔为了某朝篡位，特意打造了一只无坚不摧的铁手。皇帝知道自己不是九叔的对手，于是皇帝就把尚方宝剑和传国玉玺交给了以包租公为首的皇家侍卫保管。另外，皇帝也把他的2个儿子交给了包租公，希望能够给自己留个血脉。交代完一切后，皇帝就自刎归天。可就在包租公等侍卫想要用鱼目混珠的方式带走2个太子时，还是被九王爷发现。起初包租公想要在同伴的掩护下逃走，可是九王爷的铁手坚硬如铁，同伴手中的宝剑都被他夹断。九王爷用一招打败2个侍卫后，就开始劝降包租公：如果你肯把太子和玉玺交给我，告诉我古龙去了哪儿，我让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包租公眼看形势不对，直接跪了。可就在九王爷放松警惕的时候，包租公一枪直插他胸口，可是九王爷居然有宝甲护体，他的钢枪根本捅不进去。包租公见状，用身体护住了大皇子，随后使出一招回马枪逼退九王爷。2个同伴见状，用最后一口气为包租公争取了逃跑的时间。另一边，护卫蒋龙从事先准备好的秘密通道，把二皇子和尚方宝剑送到了唯一的忠纯丞相手里。另一边，包租公抱着大太子连逃了3天3夜，可最终还是被九王爷的手下追上。眼看前方就是少林寺，包租公急忙求救，可是3个看起来很厉害的扫地僧曾经发过誓不能踏出大门一步。就在包租公要挂的前一刻，才想到自己可以把太子丢过去。可是包租公醒悟的太晚，已经无力回天。借助太子的扫地僧在脚不沾地的前提下，将九王爷的手下全部解决。包租公见到太子安全后，用最后一口气把传国玉玺交给了扫地僧，然后让他们对太子的身份保密，就断气了。转眼间18年过去，3个扫地僧给大皇子取名为道恒，并且把自己的全部武功传授给了他。另一边，二皇子也被宰相养大成人，并取名为王子泰，也是王太子的意思。宰相为了让王子泰有自保之力，请绝世剑客教授剑法。如今王子泰的剑法已经超越了师傅。宰相见到这一幕以后十分欣慰，几人商议后打算寻找大皇子一起推翻九王爷，完成复国大计。次日，道恒在给3个师傅送饭的时候被罗汉堂的大师兄拦住，大师兄责怪道恒偷懒不来练功，可道恒却表示自己一直在练3个师傅传授的武功。大师兄一听不来学自己教的武功就来气，于是就想教训一下道恒，结果还没等他出手就被道恒制服。你这不是少林功夫，这是什么招式啊？这叫做快打慢呢，就这么简单。大师兄很是不服，又要追上去比试，结果被道恒一招回马脚踢翻在地。道恒见势不妙，撒腿就跑。大师兄眼看自己在众师弟面前丢了脸，就开始记恨道恒。另一边，九王爷也没有闲着，这18年以来他一直在追查2个皇子的下落，直到今天他终于有了眉目，一个就是宰相的意思，另一个可能就在少林寺。九王爷一听少林寺，大吃一惊，因为唯一能克制他的就是少林寺的内功易筋经。于是九王爷就派手下继续去少林寺打探，而他要亲自去宰相府试探。当他见到王子泰的时候，就感觉他气宇不凡，似乎是个高手，于是就出手试探。宰相急忙解释，王子泰自幼习文，根本不会武功。九王爷依然不信，掏出铁手就使出了杀招。眼看对方真的没有还手之力，才放下心来。九王爷走后，宰相就意识到九王爷已经开始怀疑他们，于是就让王子泰去少林求取易筋经。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易筋经早就被3个扫地僧交给了道恒。你从小呢，俺就教你怎么样的运功，翻身如鹤索，徒手若蛇本，活泼像猿猴，举足如神根。怎样打坐？此乃混元一气功，内外相合，阴阳相合，勤练日久，则功力大增。怎样睡觉？言语心和，心与气和，气与身和，此乃精气神内3合。还有五行运转，生死万古随时间，
似流血，手足断，此乃方法。这些练易筋经的方法你自己学会了，还不知道呢。另一边，九王爷的手下来到少林寺以后，就买通了大师兄。于是大师兄就公报私仇，说道恒八成就是大皇子。于是大师兄就在道恒来打饭的时候下了黑手。眼看偷袭不成，大师兄立刻变了脸色，说自己只是想要切磋一下，于是把武器丢给道恒。还不容他反应过来，大师兄已经出手。只见道恒单手持刀来应对大师兄的猛攻，可大师兄丝毫不留手，一刀把道恒手上的餐盘劈成两半。眼看大师兄是来真的，道恒也开始显露出真正的实力。只过了一个回合，大师兄就要被道恒斩于刀下。大师兄心中骇然，自己根本不是道恒的对手。就在此时，师叔突然下了命令，让大师兄到山下的人家村抓鬼。大师兄一听，顿时来了精神，因为他知道道恒根本不会抓鬼，就把这个任务安排给了道恒。就这样，在一个夜黑风高夜，道恒装扮成大法师来到任家替任小姐的丈夫超度亡灵。可就在任小姐要回房休息的时候，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亡夫居然上了任小姐的身，要带走她。只见任小姐的指甲突然变长，正在念经的道恒想起了师傅的话，你看着没有危险，不一定没有危险。只见任小姐一把抓向道恒，一个闪身躲过身边的师弟就倒霉了。几个师弟见势不妙就要逃走，任小姐随手一挥桌子，又扣住了两个师弟。道恒还想和大师兄联手对付他，可下一秒任小姐的声音就变了：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拆散我们夫妻！眼看又有两个师弟惨死，大师兄让道恒也上去送死。可是道恒武功高强，一般的鬼怪也无法近身。大师兄见状就要开溜，就在此时，气急败坏的任小姐直接举起棺材，狞笑一声后向道恒砸来。道恒见状飞起一脚将棺材踢飞。就在此时，王子泰听到打斗声也赶了过来。任小姐见多了一个人，十分生气。可这次王子泰带来了尚方宝剑，尚方宝剑上面喷出一股龙气，将任小姐的亡夫打得魂飞魄散。道恒见对方这么厉害，急忙趴在地上的任小姐此时也醒了过来。任老爷过来看过女儿没事才放下心来。就这样，两个还不知对方身份的亲兄弟就一起回到了少林寺。道恒表示自己要去后山的戒律院陪自己三个师傅，于是王子泰就独自上山。可是到了山门口，大师兄又出现，开始刁难王子泰，让他留下自己宝剑才能上山。可是王子泰这把宝剑从出生就没有离过身，怎么可能答应？于是双方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可是大师兄总是放最狠的话，挨最痛的打。大师兄见自己不是对手，只好让几个师弟做炮灰，而他自己向山门内跑去。原来他真正的目的是想把抓鬼失误的罪责扣在道恒头上。你在夏家庄牺牲同门兄弟，自保性命，现在又引敌上山，你罪无可恕。哎，我没做这种事。道恒的三个师傅一听就指点他对错，是拳头硬的一方说的算的。于是道恒就把达摩院的一群武僧打得落花流水。随后道恒就把昨晚去任家村抓鬼的事情说了一遍。三个师傅让他去查清王子泰到底是不是敌人。此时的王子泰已经打进了大雄宝殿，就连罗汉堂的双刀头陀也不是他的对手。可是方丈表示要想学习易筋经，就要破了18罗汉阵。王子泰一听就答应了下来。下一秒18罗汉就从天而降，把他围了起来。18罗汉攻防一体，每当王子泰攻击一人时，就犹如遭受到18个人的反击。在集合了18人的一掌之下，王子泰身受重伤晕了过去。飞人大师见状就要上来解决了他，可是双刀头陀认为王子泰是个正人君子，阻止了飞人大师。很快方丈就选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先把王子泰关押起来，问清来历再行处置。就在此时，大师兄又来打小报告，禀告方丈，道行不服方丈法谕，打伤同门师兄弟逃去无踪。道行平时很少练功，怎么可以打败12护法跟你呢？勿知勿明勿理，三位师傅帮他的忙啊。哦，原来是这样。又在山云峰殿回火，改天跟你算账。他们三个武功卓绝，难怪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好，派人搜山。道恒听到他们的对话后就藏了起来。紧接着飞人大师就带人来审问王子泰。原来飞人大师和大师兄已经投靠了九王爷，飞人大师想要废去王子泰的武功，交给王爷做头名状。可就在此时，道恒突然出现，三人立刻向道恒发起了攻击。飞人大师的一双铁拳已经练得无坚不摧，可在打斗中，道恒一下将飞人大师挑飞。就这样，飞人大师领了盒饭。大师兄和九王爷的手下见状急忙逃走。道恒知道大师兄肯定又去煽风点火，他救下王子泰以后就要离开。可此时18罗汉已经在外面等待，果然是大师兄恶人先告状。你还想狡辩？你怎么私放犯人？
看来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只能打出去。果然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两人合力破掉了18罗汉阵的杀招。可是少林寺毕竟人多势众，很快两人还是被困在阵中。危机时刻，道恒的3个师傅及时赶到。大师兄见状，又要恶人先告状。可是3人根本不惯着他，直接一招弹指神通给大师兄爆了头。原来当时主持也没什么真功夫，也是靠拍马屁上位。3人现在脚不着地就不算破坏规矩，于是3人踩着高跷，轻松就把18罗汉拿捏。在临走前，师傅还把传国玉玺丢给了道恒。下山以后，王泽泰让道恒在泰安客栈等他，他要回去打探九王爷的消息。另一边，大师兄也来到王府，向九王爷报告在少林寺里的事情。哪个道行啊？就是那个带法修行的和尚，他还懂得易筋经呢。九王爷，他们离开少林寺到京城，一定要经过泰安客栈的。于是九王爷就带人去了泰安客栈。道恒打开窗户一看，知道不对劲，就藏了起来。众人来到客栈搜查一圈，都并没有发现人。可就在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道恒突然出现。他先是干掉了吃里扒外的大师兄，外面的九王爷听到惨叫声，急忙带人追进来查看。而道恒也趁着这个机会躲到了外面的轿子里。可令道恒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轿子里坐的居然是圣女。到了晚上，九王爷就带着圣女来献给傀儡皇帝。眼看九王爷走后，皇帝才感叹道：其实你跟我一样，都是受制于人。圣女，你所信奉的神是有神灵的，请他保佑前朝太子早日复国，我也用不着做这个废皇帝了。就在此时，道恒才解开圣女的穴道现身。你就是圣女啊？不是。于是道恒就把前因后果告诉了皇帝。另一边，王泽泰带着师傅来寻找道恒，可他们刚靠近客栈就发现了不对劲，于是他们就分头寻找道恒。王泽泰想要潜入皇宫捉住傀儡皇帝做人质，可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道恒。王泽泰执意要干掉傀儡皇帝，而道恒却认为他是个好人，不同意。于是两人大打出手，两败俱伤。我刺你一剑，你给我一掌，从今以后我们一刀两断。刚刚逃出皇宫的王子泰就遭到了九王爷手下水火护法的袭击，两人利用地理优势将王子泰逼入水中。危急时刻，道恒及时赶到，挡下了水护法的致命一击。随后兄弟二人联手将水火护法打败。等兄弟二人再次回到相府的时候，才发现相府已经被灭门。两人见丞相和师傅还有气，急忙上来包扎伤口。道恒的传国玉玺也掉在了地上，师傅捡起玉玺，激动地背过气去。此时大家才知道，原来道恒就是大太子。两兄弟相认时下起了大雨，两人急忙扶起还有一口气的丞相。丞相告诉两人，九王爷已经派人去少林寺寻找他们。九王爷要挟3个和尚交出道恒和王子泰，可是3个师傅怎么能出卖徒弟？就在此时，道恒和王子泰也赶到了这里。两兄弟不想连累少林寺，就想和九王爷单挑。他们先是联手把九王爷带来的手下全部干掉。九王爷见自己的手下这么不中用，只好亲自出手。九王爷一手持剑，一手用那只坚硬如铁的铁手，和兄弟二人打得不相上下。可是九王爷毕竟已经80岁，很明显已经气力不足，要靠4个轿夫才能稳住身形。可是九王爷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找来4个壮如牛的轿夫。他的轿子更是有着特殊的机关。很快，王子泰就被轿子击中晕了过去。道恒见状，立刻用自己易筋经强大的内力把九王爷的轿子掀翻，最终在兄弟二人的合力之下，把1.8米的九王爷打成了1.5米。解决完反贼后，二皇子王子泰成功继承了皇位，而大皇子道恒也正式出家成了少林寺主持。到这里，影片也就结束了。我是小 K，我们下期见。